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到我桌面上呢有两只金色的兔子。在德国，在欧洲，因为是基督教的国家嘛，所以现在是复活节的时候。复活节呢是除了圣诞节之外第二个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复活节的时候呢，在德国还有在欧洲，人们喜欢呢用兔子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彩蛋来装饰。所以呢，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德国呢，人们喜欢在复活节的时候送巧克力，最常见的就送这种兔子形状的巧克力。对，这就是巧克力，它只不过包了一层这种金色的锡纸，其实里面就有巧克力。我来说说我这段时间的经历吧啊。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时间我虽然真人出镜，但是我一般都会戴这个帽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是前段时间一直呢在多米尼加，它是热带国家，太阳呢比较毒辣，所以我出去的时候肯定要戴个帽子，否则呢一下就晒爆了。第二个原因其实呢是我在多米尼加的时候，它是一个黑人以及混血为主的国家，他们的理发师呢很少见的像我们这种亚洲人那种直发呀，所以那个理发师不太会理发。当时呢由于交流不太通畅吧，我盲目的信任了那个理发师他的能力，帮我把侧面呀还有后面啊把它理短，然后呢上面稍微理短一点点就可以了。他听错了，就是他认为全部都短，而且前面他就把我像那个拉丁人一样把它剪得齐齐的，然后理出来之后我真的无法见人。所以我在多米尼加的时候，每次出镜我都戴着一个帽子，是这个原因，否则真的没法见人啊。这段时间这样啊，我是元月中旬，也就是2个半月之前嘛，我跟一个在欧洲的华人朋友一起出去考察，因为他想考察，比如说在南美有没有生意方面的机会，他叫我一起做个伴儿。我们先去古巴，说说古巴吧啊。古巴是1959年进行革命的，夺取政权，也就是60多年了。60多年来，古巴这个小国呢，被北方的邻居那个某大国啊制裁禁运。虽然在联合国190个国家左右啊，都呼吁呢这个某大国取消对古巴的制裁，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不同意这样的提案，其他都是同意要求那个某大国取消。只有哪个呢？这个某大国，那个呢就是以色列，应该是第30次了啊。每年一次，一个小小的古巴1100万人口，一直被制裁好几十年。其他国家可能如果是被这样的制裁的话，几乎可能整个国家可能都崩溃无数次了。古巴呢，政权还是比较稳固。我觉得现在古巴是全世界仅存的少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了啊，应该可能只有2、3个、3、4个了。中国也算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中国和古巴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呢是纯纯正正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其实呢，它已经进行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进行了经济改革，它引进了很多市场经济的成分，而古巴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市场经济，所以呢，它还是计划经济为主。所以呢，到了古巴，你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因为他们主要是国营的企业为主。他前几年开始尝试了进行经济改革，但是他的步伐非常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古巴这政权或是古巴政府呢不敢进行像中国这种形式的大刀阔斧的这种经济啊，甚至某些政治改革，古巴就不敢，可能是怕失控吧。所以在古巴做生意啊、投资建厂，几乎可以说不可能。另外呢，古巴现在我认为呢，最缺的是能源。有多缺呢？我们去的那一段时间，每天都会停电，有的时候少的话，每天停电4个小时，多的每天停电6到7个小时。所以呢，如果你到那边去投资设厂，那没有电力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古巴的电力它的来源其实呢非常的单一，只是用那个石油来发电，它没有其他资源呢。它一个岛，而且又没有什么高的山，所以呢没有什么落差，那水力发电就没有可能了，对吧？那整个国家非常的贫穷，如果你要光伏发电或是风力发电，那你买这设备要钱呢。
而古巴自己没有能力生产这种东西，所以只能从外国进口。那一般来说，可能从中国进口。中国和古巴呢，虽然是关系还可以，我的理解就是中国和古巴呢合作方面呢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可能比较少。没有钱，你怎么去装太阳能设备还有风力设备，对不对？所以呢，整个古巴特别缺少能源。而现在古巴的好伙伴委内瑞拉形势也非常不好。大概10年前的时候，当时委内瑞拉政府还每年提供不少的那个石油给古巴，所以当时的能源还是不缺的。但是好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相对来说，古巴应该是近10年来最困难的时候。当然，应该投资是没有什么机会，目前还没有，今后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古巴政府呢不敢大刀阔斧的对它的经济进行改革。他应该，我觉得应该向中国学习啊，向中国多取经。我相信中国可能也愿意帮助，但古巴为什么呢不敢迈出这步，我就不理解了。我认为呢，古巴可能目前的他们的执政党或者古巴政府呢，他是担心会失控。比如说，如果是大规模的让外资进来，那会不会失控呢？有可能啊，对吧？甚至呢，前段时间又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游行示威。我记得2、3年前也出现过一次，因为当时疫情呢非常严重，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有些人呢就走上街头。反正呢，这次我们2个人去古巴去考察，就觉得目前绝对没有机会啊。作为私人，国家之间那就不知道了啊。在古巴现在他们的年轻人啊，几乎都非常向往那个北方的邻国，也就是那个某大国。他们只要有机会，一般都会往外跑。第一目的地就是去这个某大国，而且这个某大国也非常的聪明啊。他的目的肯定是要把这个古巴这个体制把它搞垮，因为呢，搞垮之后就可以向全世界进行大力的宣传。你看，古巴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了，那个制度不行，怎么样，对吧？甚至呢，他们这个某大国颁布这样的法律，专门针对古巴人的啊，就是对古巴人入境去这个某大国非常的宽松，只要你在那个某大国找到有人帮你，比如说出路费，帮你担保，你就可以通过这种舌头也好，还是什么关系也好，反正有组织这种行为吧。进入美国之后，马上有机构接纳你，然后呢，你作为古巴公民，在那个国家马上获得，比如说工作的权利啊，还有居留啊等等。这其他比如说南美国家是没有的那些公民啊，只有古巴的公民有这种特殊的权利。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想把古巴的所有的年轻人把他吸引到，比如说国外去，吸引到这个某大国去，让古巴从内部乱起来，从内部崩溃。那古巴政府为什么没有拦住他的公民往外呢？我认为啊，可能有私利啊，因为古巴这个国家啊，它要活下去，必须要得到外汇，没有外汇，古巴这个国家就没有能力生存下去。古巴的外汇来源无外乎最主要是2个，一个是古巴旅游业，另外一个呢是侨汇。古巴在外的侨民每年可以汇款回去，给他们家里人补贴家用啊。这对古巴人来说，对古巴的家庭来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那个生活费的来源。这几年由于新冠疫情，所以呢，古巴的旅游业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它旅游业可以说凋零了，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所以古巴的经济很差，也是这个原因之一吧。而这个北方的某大国就颁布了这样的法案，专门呢把古巴年轻人吸引出去。那你古巴年轻人越来越少，也就是当地呢劳动力越来越少，对吧？老人越来越多，他的经济没有活力，没有什么消费，等等等等。这个北方的某大国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把古巴这个经济，还有把古巴的制度把它拖垮。所以你去古巴的时候，你会看见古巴，比如说他们的商店，大部分是国营商店啊，货架不是空的，就是有少量的当地本国他们的古巴产品，做工呢非常差的这种鞋啊、帽啊，还有衣服等等，
或者呢是工艺非常简单的日用品，质量非常非常的差，完全没有竞争力。稍微好一点的东西呢，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大部分呢，我认为是从中国进口的。反正呢，古巴自己本国的工业品极少极少，所以呢，在古巴目前呢是没有什么商业的机会。离开古巴之后呢，我就前往多米尼加。多米尼加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离开古巴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国家非常的萧条。然后我一下飞机到达多米尼加的时候，立刻它整个经济完全不一样。它又是某大国的经济殖民地，所以它整个经济体系呢都是采用这个某大国的啊。所以一出了机场之后，就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车。我从机场就打了 Uber 是优步对吧？非常便宜，大概是27公里，$20左右，也就人民币140、150块钱。按照这个距离来说，其实不算特别贵，特别像这种小国家，物价本来就高，对吧？$20打的，而且距离那么远，所以我认为是非常划算的。然后第二天我起来看，让我大吃一惊。这个是号称人均 GDP $10,000左右的国家，$10,000，我们想象中国达到$10,000的时候，好像已经不错了，对吧？但是多米尼加首都，他们街上的房子跟国内县城的房子差不多，应该不如国内县城的房子，就那么差。这还是人均$10,000左右的首都啊，是这样子。然后呢，那天我还坐大巴从它的首都到200公里之外的另一座机场去，因为我从那里飞回欧洲嘛，所以呢，我一路看见了他们的农村的房子。我在一起也说过，特别的差，大部分都是铁皮屋。然后呢，他们的房子简陋，有很多是用那个木块一块一块一块把它钉起来的，那个门也非常简陋。就是整个房子它的造价，从我们中文的角度来说，肯定非常的低。我认为啊，可能造价几千块人民币就可以建一栋房子了。那房子他们规模很小，如果按照中国人的居住那种条件啊，可能最多相当于中国的2个房间左右，甚至1个半房间，那个面积啊，就那么点儿，他们就相当于一栋房子了。钢筋混凝土的几乎没有，非常少。你看，这就是人均$10,000左右他们的生活水平。另外呢，沿途所见垃圾遍地，全是那种白色垃圾啊，那种盒饭那种盒，你们知道吧，对吧？还有呢，白色的塑料垃圾，比如说塑料袋呀，那种塑料瓶子、矿泉水那种啊，等等等等，反正全是垃圾。所以整个国家，我觉得他们没有统一的那种，特别是在农村，没有那种垃圾回收系统，所以导致整个国家，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环境非常的差。环保我觉得几乎没有的啊，即使是在多米尼加他们首都呢，沙滩上面，城市沙滩也是非常多的垃圾。听说并不是全部是当地人丢的垃圾，很多呢是从海水啊，把它通过那海水呢冲刷，就弄上的那个沙滩上，也就是海里面垃圾也非常的多。我问了是不是旁边的海地那个国家丢进去的垃圾，他们当地人很诚实的说，他说并不是，是我们本国人很多人乱丢垃圾造成这样的。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啊，他们这个国家不管是从他们的城市建设啊，还是从他们国家人口的素质来说，应该是要比中国人差很大一截。还有另外，我发现那个多米尼加虽然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呢，他们的人均收入其实非常的低。我问了一下，在首都平均工资啊，大概是$300左右，也就大概就人民币2000块钱左右，在首都啊。我觉得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可能有工作人啊，平均他们的工资应该是有6000到1万左右，对吧？上海也是这个幅度，也就是中国的一线大概是6000到1万左右。这个号称人均又达到了$10,000的国家，它首都工资才平均2000块钱左右，也就相当于中国的1/3到1/5，对吧？可能啊，他们比如说农村和首都的收入可能相差没有中国那么大，但是如果是相差1倍，他们乡村或者是城镇有工作，可能人均也就是每个月1000块，1000多一点左右，那还不到中国的一半，对吧？你看，
人均他们的 GDP 是有1万美元了，比中国稍微低一点点，但是他们的收入不到中国一半，而他们的物价我观察相当于中国的2倍左右，那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物价水平也要比中国高很多，他们的生活成本相当于中国的4倍左右，这是我的观察。所以你看，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你那个国家小，又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又没有什么资源的话，整个国家的老百姓其实生活呢也不轻松，对吧？当然要比古巴要稍微好一些，但是同样铁皮屋在古巴也看见有很多铁皮屋，所以呢，我认为啊，一个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应该跟他的制度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呢，跟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执政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我再说一个啊，多米尼加共和国，它在这个岛上，它其实占着东边这一半，西边那半是海地的。海地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选举制的国家，而目前呢，海地这个国家已经是没有政府了，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在无政府状态，被黑帮控制了，非常乱。海地的首都是太子港，对吧？现在太子港，他那个总统已经辞职了，没有总统了，整个国家没有政府。比如说太子港呢，就被黑帮。这个黑帮控制一块，那个黑帮控制另一块，所以整个国家乌烟瘴气。然后呢，在多米尼加有不少从海地逃难过去，在那边生活的，有些已经在合法那边生活了，有些可能是黑下来的。还有我听说在多米尼加，这些海地人呢得到的工资没有本地人那么高，也就是说，在多米尼加，海地人也是受到歧视的一群人。他们的工资首先就受到歧视，对吧？因为你从海地过去，你有个工作就很不错了，能够相对来说在和平的环境下生活，有一份工作，所以很多海地人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海地是完全一个失败的国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好像前段时间最大的那个某大国还派了一批什么相当维和的那种警力过去。但是为什么这个某大国不好好的帮一下同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小弟呢？对吧？扶持起来嘛，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失败国家典范嘛，对吧？但是你看，因为海地它的地理位置不是很重要，又没有什么资源，所以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民主国家对这个海地不闻不问，就在自己的眼前变成了全世界的最失败的国家之一。这就是海地，对吧？所以我说来说去啊，一个国家还是我前面说的我的理解啊，跟是什么制度，我认为没有直接关系，有关系的就是你这个国家领导人执政的水平怎么样，这是我这些年来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啊。好，这次呢，我从多米尼加，我本来可以直接回德国的，但是呢，我绕道先到南欧国家葡萄牙，然后从葡萄牙我待了2天之后再回德国，是因为啊，如果我从多米尼加直接买机票回德国，单程机票现在就目前这段时间要500到600左右，在古巴的时候我看了，我直接回德国也要500-600左右，我就想算了吧。我看呢，如果是从多米尼加另外那个机场，也就是我坐大巴从多米尼加首都到200公里之外那个机场，直飞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只有180多欧元，也就是人民币1500块钱都不到，大概1300左右。既然那么便宜，那我就先飞去葡萄牙。虽然我之前呢去过葡萄牙，没有去过它首都，所以我想去看看，2天就2天吧。正好呢，我去看呢，我有新的想法，因为呢，原来啊，前4-5年的时候，可能今后我养老的话，我就想离开德国。我和我的德国伴侣也有这样的想法，去哪我去养老。但是呢，这次我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跟当地的华人交谈，还有跟本地人交谈，还有跟德国呢移民到葡萄牙的人交谈，然后他们对当地的意见呢给我做了参考。然后呢，我有新的想法。我在1期当中，前2期我也说过，就是我对今后我的在比如说去南欧养老的想法呢，要做了修正。
最后呢可能还是回中国养老，或者两边都跑，这样可能更好一些。这几年由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呢不好，特别是欧洲的经济不好，那有钱的欧洲人一般因为由于南欧的气候比较好，都会越来越多的往南欧方向跑。德国你看便宜的能源没有了，它的经济呢每况愈下，今年可能成长0.1%左右，去年是负成长0.3%，然后呢很多德国的企业要不是出走到美国，要不呢是出走到中国，要不就是倒闭。所以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德国的那很多的企业形成了倒闭潮，这也是我2年前就已经分析的。确实呢，德国这个经济呢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现在很多德国的人呢，有钱的也是纷纷的往南欧跑，其他的欧洲的国家有钱的也往南欧跑，所以导致了整个南欧现在他们的房价都被欧洲人自己炒起来了，加上也有不少的中国人也去，比如说葡萄牙呀、西班牙去买房，也把那个房价把它炒起来了。整个葡萄牙的房价嘛，比如说它的首都里斯本，它的房价与德国的房价差不多了，它的房租也与德国的城市差不多了。所以呢，我原来以为啊，去南欧可以少花很多的钱，去租一套我认为在德国花很多钱的房子。那现在在葡萄牙也一样。目前在葡萄牙，比如说离里斯本50、100公里的地方，在农村，在村里还可以花，比如说5万或者10万欧元买一栋房子，然后呢自己再花同样数量的钱进行装修，这样就可以拥有一栋所谓的农村的别墅。这相对来说可能是次优的到南欧养老的选择，这也是目前可能我考虑的一个方案之一。一个方案是在中国回中国养老，因为我在我的老家有自己的房子，其他的我不考虑，我不考虑什么马来西亚，虽然那个地方也可以用华语进行交流，我也不考虑什么泰国，因为泰国去那个地方也是外国人，对吧？我在中国农村，我们桂林风景又好，然后我不用交房租，说来说去啊，我觉得回中国养老对我来说应该是最优的。第二个就是去南欧，比如说去西班牙、去葡萄牙、去葡萄牙农村去买一栋房子，然后装修好，在那个地方养老。它的缺点就是在农村交通不便，那么自己要买一辆车，没有车你寸步难行啊，对吧？如果我在葡萄牙农村买一栋房子，我绝对呢不是买已经有那个泳池的，那就另外花人民币12万块左右建一个新的泳池。那在农村，它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呢天气都比较好，所以呢能够享受的日子可能比较多，这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种养老的计划吧。但是葡萄牙现在啊，它的经济形势也不好，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目前全球那个经济形势都不怎么好。南欧，比如说葡萄牙，所以呢，他们当地的工资不高，他们的收入只有德国的一半，甚至一半都不到。然后他们超市的物价呢，与德国其实相差无几，特别是工业品，与德国的价格几乎一样，只是当地出产的一些水果蔬菜要比德国便宜，其他跟德国差不多。在城市啊，他们的那个房租也差不多，还有你要买房子的房价也差不多。所以我认为啊，他们当地人你在当地挣工资，他们的生活水平其实蛮低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痛苦指数而且要比德国更高。所以你看这么分析起来，我觉得在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葡萄牙有自己的问题，德国也有自己的问题。德国目前的问题，我看就是因为无脑的制裁俄罗斯能源，导致了自己没有便宜的能源，没有便宜的能源，那你的工业那就完蛋，对吧？工业完蛋，那你失业的人就越来越多，失业人越来越多，那你国家的税收就会减少，税收减少了，那你整个所谓的福利体系怎么去维持呢？对吧？打个大大的问号。加上德国脑残的政策，过去10年以来，大概是这样吧，进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难民或是移民。这些人呢，大部分呢都是吃德国福利的。原来可能德国政客会想引进这些移民，或者打开国门让他们进来，那德国可以得到
一些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他们政客呢，因为与现实脱节，他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移民，很多呢是从中东过来的，或者是从非洲过来的，有相当比例的人，他们可能很多人是文盲，真的连写自己名字都不会。从这方面来说啊，德国这个人口，他们不管是从智商啊，还有从人口的素质来说，是越来越低的。而德国的政客，从我在德国30年这时间再往回看，他们德国政客的素质啊，他们的水平啊，也是越来越低。所以你看，德国又加上这个选举制，才选出了他们的政府啊，这些政客一代不如一代。这届德国红绿灯政府啊，是我在德国30年我观察最脑残的一届政府，水平最低的一届政府。首先最有名的是那个外交零经验的德国外交部长，对吧？而且他的学历，他自己说在伦敦政军学院，也就是台湾那个领导人空心菜的学妹校友，空心菜的学妹啊，也就是德国外交部长说他有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律硕士文凭，而这点呢，德国人是绝对不相信的啊。但是你现在告不到他呀，所以我这样回忆起来，德国真的这些年一直在走下坡路，向下沉沦的速度，这10年是最快的。今后很不明朗，反正我不是特别的乐观，我相信呢，德国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啊，可能整个欧洲、整个西方的日子今后只会更差，不会更好。我希望我是错误的，因为我自己在德国有房产，如果德国的经济不好，或者德国崩溃，或者德国经济崩溃了，或者欧洲崩溃了，欧盟崩溃了，欧元崩溃了，对我在德国资产的保值都是受很大影响的。所以呢，我现在心里很矛盾啊。从我内心来说啊，我真的希望德国不要再向下沉沦了，对我将来也不好啊。如果德国经济崩溃了，那我们在德国养老金怎么办呢？对吧？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啊，目前啊，想到我自己的未来，我是非常担心的啊。但是德国呢，相对于前面我提到的什么古巴呀、多米尼加，甚至呢南欧国家葡萄牙，我提到这4个国家，德国目前还是最好的，因为毕竟呢，它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对吧？它自己也有一些老本还在那里，但是这个老本还能够吃多久，是个未知数。而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崩溃，可能有的时候是危在旦夕呀。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德国要比很多国家要好，但是很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崩溃了。所以呢，我是非常担心的啊。一个是担心欧元崩溃，如果欧元崩溃了，我在德国奋斗30年，我这个资产今后怎么办呢？所以呢，我现在还是很担心我自己的未来的。4、5年前我还以为啊，我跟我的德国伴侣一共买了几套房子，对吧？今后养老不成问题了。但是经过特别是这2、3年这个形势的发展，我根本就不敢那么乐观了。我反而现在担心，我今后养老这钱不够怎么办呢？顺便说一下，我这次呢从多米尼加经过南欧国家葡萄牙回到德国，仅3天之后，我明天又坐飞机回中国去了。因为呢马上就要清明了，对吧？回家祭祖是咱们华人还有中国人，我相信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习惯，为自己的祖先烧炷香，理理他们的那个坟墓，也是我们作为晚辈的一种孝道吧。今后呢，我可能更多的时间会在国内。这次回去我回去2个半月，6月中旬回到德国，然后呢9月上旬又回中国去了。回去中国每次我都感到比较亲切，而且我觉得越来越亲切了。所以我觉得你对你一个地方的感情啊，与你自己的心态怎么样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好，朋友们，今天我就是在这里呢，跟大家唠嗑一下我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以及我的人生感悟。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